大家好，我是张庆林。Hello， 我是来代班的陈雅洁。欢迎来到上流投资术。先讲一下，市场上有一句名言，就是股市是经济的橱窗。那我们今年台湾第一季出口金额年增率达到 12.9%， 今年也站上了2万点。所以股市的热络情况下，另外一句名言就是人多的地方不要去。所以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一下，大家不要少提的新贵市场。所以我们要从冷门股当中挑选出13档新贵的优质潜力股，并回复一下上一集的财团们留言。开始之前，我们要请雅洁帮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新贵市场。投资人会比较熟悉的几个投资的那个板块啦，第一个就是上市的股票嘛， 对不对？另外一个就是上柜的，对，柜买中心里头呢，除了上柜之外，其实还有一个就是新柜。然后那新柜呢，它就是要透过那个溢价的方式来交易的，这是它跟上市上柜不太一样的地方。对对，不是逐笔撮合。欢迎您加入财讯的频道会员，支持最懂投资的财经媒体财讯。同时呢，2024年也是财讯50周年，回首过去，我们陪伴着读者一路从季刊、月刊、双周刊，再到网络和影音，但始终不变的是对于台湾价值的认同和坚持。如果您也跟我们一样珍惜这份共同的理念，欢迎您加入频道会员或是留言赞助支持我们，继续陪伴大家，再迎接下一个50年。不是逐笔撮合，所以你想卖不一定卖掉，你想买也不一定买得到。对，但是上市也是这样，上柜也是这样啊。因为他们成交量比较热络，所以比较容易交易到。不热络很少的，一天可能就几十张的话，市场上常讲的一句话叫滑价，可能买盘是50，可能卖的人想要卖高一点，卖60，那中间有10块根本就永远都交易不了，很大落差。所以在新柜里头的成交几率是比较低的。可能要等个2-3个小时。哦，是要等比较久啊，等得比较久，然后总有一天等到你。对，然后就会觉得有点受不了了，真的想买的人就好吧，那我就改价高一点买。哦，所以它中间是可以，就是在交易的时候我是可以，好吧，那我既然买不到，我就价格拉高一点。实际上是柜也可以啦，像是柜也可以抽单啊，重新换价格，只是因为他们很快的就交易了。然后是新柜可能就还会要经过一个漫长的等待，因为刚刚我们强调就是讨价还价的程序。对，因为它是比较冷门市场一点。但是新柜也曾经很热啊。疫情的那时候很热，口罩啊、生技股、检测股都在新柜市场。对，所以那时候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所以可能抢不到口罩啊，抢不到快筛。对，再加上蔡总统有特别去拜访那几家公司，然后市场上就有很明显的标的物，总统牌。他们也不懂什么是新贵，挂一个市价那就很恐怖了，就直接出现垄断，单日涨幅超过50%。对对，因为它没有涨跌幅的限制。对，那我可以这样讲嘛，基本上呢，新贵它就是一个非常非常看题材的地方，很少人会在里面找那种什么存股啊或什么的东西。先定义一下什么是新贵，其实新贵是未上市所以才没有设那个涨跌幅，风险度很高。应该说讯息比较少，因为它财报的话是半年的，对，所以很多人其实比较不清楚的状况下，不熟悉就不太会去投资。所以先天 DNA 里头就是风险度高，风险高，流动性低，对，资讯透明度比较低，对。但是它有一个特点，就是因为它在新柜算是未上市嘛，但它终究可能是会要走到上市的那一步的，所以就会有很多人就先在新柜的时候就进去买。这个就重点了，新柜哪时候是最佳买点？就有2个，第一个就是它登陆新柜的时候，而且很恐怖有时候动不动就涨个2-3倍，就几倍的，因为它又没有涨跌幅限制，它就一天就拉上去。然后第二段即将要挂牌上市，其实投资人可以留意，因为通常在柜买中心登录他们网站，他们也可以看到他们会去送件、排审议，然后就可以抓时间，大概6个月的期间。他就要挂牌，所以这一段期间是最佳操作时间。其实在这当中，我们当然还是要尽量挑好公司啦。对，不是只是那个很会喊股价的那种公司。对，所以这次我们是呢，透过他们的那个最新的财报，2023年的财报，然后还有就是它累积过去这几年的获利和配息的情况，筛选了蛮不错的绩优股。我讲几个绩优股，而且是大家耳熟能详。第一个就是钱柜。
对，钱柜应该大家总知道嘛，没事也会去唱个歌。它其实长期以来都算是绩优股，然后再加上它已经买了好乐迪嘛，持有30%的好乐迪持股，所以基本上就是它是全台湾市占率最高的那个娱乐股。如果没有疫情的话，获利也很稳定。其实它在疫情之前也都是稳定的，它就是疫情那几年特惨。而且我看它2023年是大爆发EPS 9块多都已经，因为去年解封啊，就像大家会去买观光股一样哦，对，它也算是另外一种解封概念股。对，但是投资朋友要注意一点，就是你买新贵市场跟上市贵市场那个角度会不一样。上市贵市场如果高殖利率股，可能最近就蛮标的嘛，因为可能再加上 ETF 都会锁定这些，对，所以它可能涨幅非常惊人。但是新贵市场由于第一个它就没有固定的买盘嘛，它没有 ETF，然后第二个就是新贵市场真的就是我刚才讲的，它比较看它要不要挂牌。它没有挂牌，它的本益比就会打折。了解。对，所以即便它是高殖利率股，它可能不会动。所以喜欢玩价差的人，你可能要想到这一点。但是你可以固定收息，所以还是要看你个人的投资偏好啦。对对，你是喜欢领股息的那种，那你就不要去想着选标股。对，那你要看标股的话呢，那刚才我们讲的这些什么殖利率啊什么这些的，对，你可能就会排到后面去了。对，因为有些人就贪着说啊，殖利率，然后因为他用那个上市柜的角度啊，殖利率 ETF 买盘会抢进，殖利率会从5%变成2%的话，股价可能就要翻1倍这样子。在新贵市场不容易发生，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呢，像钱柜，它是一个稳定配息好公司，对，殖利率6%多，这个要是在上市柜一定涨翻了。那可是因为它是新柜，目前看起来没有要上市柜的打算，所以它的本益比就打折，然后它可能就是维持这样的殖利率。但总之，如果你是要领股息的这种，就可以考虑。没错，然后也是大家平常马路上都看到，就是床的世界，它其实也是挂在新柜。其实大家都忘记，床的世界其实算是营建股的延伸哦，所以现在很红，是因为大家买了新房子，对，就需要买新床，或者说租房的人也会常常会要换床啊，延伸题材啊，是，所以其实不妨可以注意床的世界，再加上它获利也非常稳定，连续5年的 EPS 都超过2块，殖利率超过5%，也是一个很不错的收息股。我之前是真的没有想到卖床可以就是做出一门好生意来，就是现在卖到就是变成一个就是可以对股东很大方的公司。说到这个因为我去采访过这家公司，他说一般人要不然就是换床垫，除非新的，那就会买一个床架。对，其实床的世界大部分就是以床垫为主。OK， 所以床垫的汰换率是比床架高的。对，床架可能就是一次买完就停住了，但床垫会是常换消耗品。差不多，它平均说是5到7年了，所以它应该算是营建股当中的耗材。所以是稳定的收入。用这样的概念的话，就知道它就是会很稳定。所以很多其实新贵股也是大家熟知的一些公司啦。对，所以投资人也可以像那个彼得林区一样，这样子用生活中选股，他也可以找得到这些好公司。那我们知道雅洁对于南部的厂商比较熟，对，然后听说他最近有了解一家公司。是做环保绿能的，对。南部因为就是比较多的传统产业啦，所以他们一直以来就是对于那个废水排放啊，早年不知道严重性，污染了河川，污染了我们的大地，这样对。可是后来大家开始有环保概念之后，污水处理这件事情变成一门生意了。当然，除了就是说对环境的影响要降低之外，因为台湾水资源也是算缺乏的嘛，所以当然就是说怎么样可以好好来处理水的问题，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会产生新的商机。那这一家平和环保啊，它就是在高雄诞生的。它是在冈山本州工业区嘛，所以你就知道就是金属加工当中的一些制程，尤其是像电镀啊什么这种，的确是现在就是像那个彰滨工业区里面，它也是把电镀加工这一些厂商特别集中在一个区域，然后他们的就是废水处理啊，或者是说环境要求啊，就跟它周边的都不一样。那本州工业区因为很早就聚集了这些厂商，然后它早期呢就已经在环保条件还不那么严苛的时候，就已经造成了环境
境的一些负担啊。青林你也有提到，就是说它的废水处理设备就是因为条件不够好，结果还搞得整组报销啊，因为他应该说罚了巨额的用一般的工业区的废水处理，对，完全消化不良，这个整组坏掉。对，表示说这个废水处理这件事情是很专业的，尤其是面对不同的产业客户，他们到底排什么样的水，里面有不同的成分，那到底要怎么处理？平和环保呢，它当时就是因为本州工业区的废水处理贵州海料料，就是他们的厂商就只好一起来组了这个公司，对，然后一起来解决自己家的问题，这样，而且还直接请理事长说，你就是先担任董事长，对，所以也是一个蛮有趣的一家公司，就是这背景蛮有趣，而且听说他们刚开始做的时候啊，也没想到要外面接生意，只想要解决自己的问题，一直到后来，当然就是社会氛围有点改变啦。他们有特别提到，因为看见台湾这部电影嘛，然后大家就意识到，就是说哦，环保很重要，保护台湾美丽的山水很重要，开始重视了废水处理的这一块。那他们因为已经有相当的污水处理的经验跟技术了，对，所以现在就是变成说，他们可以去各个厂商收回他们的废水。然后再把它们处理成可以排放的标准，或者说从这当中呢，再看有怎么样可以回收再利用的空间。对，重点是这生意其实真的挺赚的，毛利率有50%是有原因的啦，因为你看想想看，他们是不出产产品的嘛，服务业的毛利率通常是会很高的。对，而且它的生意感觉会越来越大，因为大家对这个需求会越来越高，因为环保标准会越来越严格。对，然后台湾的厂商做这个的不多。对啊，所以我觉得就是像这种资源回收啊、废弃物处理啊的这个部分，大家现在都越来越倾向就是外包，就是服务的这一块的业务是会好的。对，没错。我也分享一下，因为我是跑生技的嘛，然后最近有一家公司，其实发现在我们新贵这样爬出来之后，发现它也是个非常赚钱的公司，它叫做医印，是做医疗设备的租赁。跟代理，对，但是他为什么会这么强呢？其实就是他很早之前，他就跟奇异很好啊，美国奇异，所以他就代理了美国奇异的那个设备。那我们知道，其实大型高阶医材的设备，也就只有那几家，我们奇异啊、飞利浦、西门子这几家会做。那你等于是你接到，然后你又常年服务很好，又跟医院，因为你接到这种，其实主要你也只能服务医院，对。没有人会在家里装一台，对。然后其实很多人都忘记，就是你放进去那一个空间，全部都是就只有做这件事嘛 ，X 光嘛。对，而且很多它是你要先放进去，才能把房间盖起来。对，所以它基本上就是除了代理之外，他还要跟医院沟通，然后去规划那个那个设计的那个空间，所以他就做整体的规划，所以相对一定是毛利率会比较好一点。这个优点就是不受景气影响，因为大家都还是要看病，只要医院开门，就是容易应该不是说生病一定要去看嘛，我手机我可以延3年再买嘛。而且现在真的医院的，因为检测的项目越来越多，你去看个门诊，他可能就叫你去照个这个去照个那个。对。那些东西就是医影在负责的业务，就是他代理的业务来。对啊，什么 MRI 啊、CT 啊的这些机器。对。然后现在有个重点就是 AI，那个照片看多了，它可以直接做判读嘛，可以帮医生省时。所以因为现在很强调影像处理，然后 AI 化，对，就可以看到说，这里有长了一个，对，或者是这个骨头这边裂掉了，什么之类的，是。而且它很厉害因为它跟奇异已经超过20年的关系了。因为台湾大家都知道医疗设备其实是很完善，但是中国不是，所以大中国区的是一片广大的蓝海，对，就引荐，对，把它带过去中国市场。所以他现在也开始中国的医院就是提供这些设备，对，但这些设备又很贵，对，是租赁，但是我们就要买一些耗材啊那些，所以他就可以稳定的收这些收入，对，所以也是一门好生意。我问过法人，然后法人是说台湾其实没有类似的公司，比较没有像这种以租赁方式为主的。而且比起来，它在生技股里面真的是爱内含光型的，它本益比才10几倍，对，才10几倍，对。然后如果对照其他比较受到瞩目的，比较受到瞩目，动不动就会本益比比较高，所以它相对起来很便宜。好的，想要了解更多关于冷门市场挑好股、新贵13档优质潜力公司的话，就赶快购买财讯双周刊第711期。
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聊一下上流投资术第95集财团们的留言。上一集的主题是半导体产业遇到乱流，台股史上最大跌点，能可以投资的17档好公司。第一位 Helen Wang， 他说谢谢2位老师。其实我们是记者，没有，我们就是分享一些好的公司给大家。对啊，我们就是收集资讯之后提供给大家。但我还是替志明跟大家说谢谢大家的支持。好的，然后第2位于博游财团好朋友，然后跟第3位萨卡班甲鱼都非常感谢我们，然后我也谢谢支持我们，我们也很谢谢这些读者跟观众。没错。好的，那如果大家想看会员专属影片的内容的话，就请大家加入财讯频道会员哦。今天就聊到这里，欢迎购买财讯双周刊第711期，里面还有更多精彩的内容。上流投资术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，拜拜。